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长相思谭健次从男版景甜到凭角色出圈，他走什么捷径了？暑期热播剧《长相思》让谭健次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。《长相思》播出后，香柳角色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。谭健次将九头妖香柳塑造为一个痴情不改的深情英雄，成功俘获了观众的心，霸占了各大社交平台热搜。在他心中有一份长相思，即使历经生死，他也愿意守候那个人千年不变。他身高 1.74 米的短板被观众彻底遗忘了。实际上，在长相思开机时，谭健次就因身高问题再次引发质疑，但他在接受采访时坦然表示，说我不够高，对吧？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，因为从来没有因为身高失去过机会。他这份坦诚和自信源于他对演技的执着追求。在《长相思》中，谭健次与杨紫的对手戏成为了全剧最受观众关注的亮点。从网友最初质疑那么重要的角色何以找他来演，到后期香柳太吸引人了，这个角色非他莫属。他用演技证明了演员的价值。剧情中，他把香柳对小妖的执着、痴情、纠结、疯魔等复杂情感渗透在每个细节之中。尤其是当他的情感达到顶点，眼神中的深情让人为之心痛，一个眼神就传达出千年的执着和痴情。好事成双，随着《长相思》的热播，谭健次的未来发展也备受观众期待。目前，他已经积累了诸如《很想很想你》《爱情有烟火》《猎罪图鉴2》以及《四方馆》等多部备受瞩目的作品。古装剧、现代剧、偶像剧、正剧类型丰富多样。这位曾经饱受质疑的男子组合出身的演员，如今终于迎来了演艺事业的春天。这一切的美好，正是靠他对演技的执着与坚持才换来的。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的，他希望挑战更多角色，并在舞台上实现淋漓尽致的自我表达。从《长相思》中妖王香柳的成功例子可以看出，当演员全情投入、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中时，那些所谓的硬伤反而会成为角色的独特之处。这可能就是曼健次可以成功出圈的内在原因，用实力说话。这个暑期档的出圈只是他演艺生涯的新起点，在这条演艺之路上，他将会继续用实力证明自己，创造更多佳作。谭健次一直觉得男版景甜这个标签是他的一根刺。要说这个称呼的，从2017年的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这部剧说起。的确，谭健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权谋剧演员人选。他拥有一双桃花眼和清新俊美的外貌，加上偶像身份的底色，使得许多人对其演技持质疑态度。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，播出后他不仅没拖后腿，反而通过精确的角色塑造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认可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被力捧却始终不红的标签若隐若现。再加上北海太子爷的背景传闻，父亲是驻日外交官，母亲经营着当地颇有名气的糕点连锁店，使得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运儿。但其实，唯独谭健次自己知道这条路走起来有多困难。2018年可以说是他演艺生涯的一座里程碑，因为他在《三国机密》之前龙在渊中的精彩表演。他再次挑战了三国题材，饰演曹操的儿子曹丕。同年，他参加了《我就是演员》节目，凭借卓越的演技获得了徐峥的高度赞扬。徐峥称赞道：“这才是真正的演员。”听到这一夸赞，谭健次当场泪流满面。那一年是他出道的第12年。转机出现在2020年。由谭健次饰演的名角陈任香在《鬓边不是海棠红》中的惊艳表演让人赞叹。他为了这个角色，在每天收工后都坚持跟京剧老师学习唱、念、做、
打。那时候的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表演节奏。回看谭健次出道以来的角色司马昭、曹丕、陈任香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韵味，不会让人感觉是在看同一个演员。每一个角色背后，正是他对于每个角色都做了深入研究。他曾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剧本，每页纸都贴满了标签，并且章节的划分也尤为详细。从被质疑到获得认可，谭健次花费了12年时间。这期间他曾多次动摇过，但始终咬牙坚持。他说：“我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，但我相信演技才是最重要的。”这句话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自律要求，也是他对广大观众的承诺。现在的谭健次已经成功摆脱了男版景甜的标签，成为了一个让观众信服的演员。蜕变的过程是没有捷径的，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。这条演艺之路上的荆棘与坎坷，反而让他的演技更具生命力。原因在于，每个角色对他来说都是新的起点，而绝非终点。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，谭健次曾经作为天团 MIC 的一员。16岁那年，谭健次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，在经纪公司的支持下，和莫文蔚、曾志伟等一线大牌艺人合作，拍摄了电影《密案》，并在其中担任了男主角小川一角。尽管他没有表演经验，但通过对表演的好奇心，他完成了这场成功且不错的尝试。那时候的 MIC 男团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。那时他们的团队影响力不亚于周杰伦和韩团 FX 的影响力。他们一起参与了广告拍摄，甚至还有自己的团队漫画，待遇十分罕见。作为 MIC 男团的5位成员之一，谭健次凭借出色的舞蹈能力和花美男的外貌，迅速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。实际上，在当时的练习生中，有超过20个人，而谭健次是最终坚持到最后的5个人之一。该团队的实力真的非常强大，队长王一浩擅长创作和舞蹈，赵永新擅长多种乐器演奏，且具备海豚音歌唱能力。混血成员约翰在编舞方面技艺精湛，肖顺尧是型男担当，在说唱方面造诣深厚。谭健次则是主舞位置，这样的配置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。那时候的 MIC 可不是空有其表，各大流行音乐榜单都有他们的身影。他们荣获了许多含金量十足的奖项，比如最佳新人奖、TVB 金曲奖和最佳组合奖等。然而美梦总是一醒，第2年韩流以势不可挡之势袭来， Mike 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断崖式的下滑。一夜之间，这个原本命途光明的团体如同被潮水冲散的沙雕，再也不见踪影。谭健次在团队中的表现略显与众不同，他以个人的身份走红，且现状非常不错。在2012年就参加了武林大会，获得了第4名，而在此之后，他在团队 Party 的演唱会上大放异彩，单独表演了包括芭蕾、摩登、现代和拉丁在内的4种舞蹈，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艳。看着那个时期的视频和照片，满满都是青春的味道。虽然 MIC 男团最终销声匿迹，但是这段经历为谭健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为他日后的演艺之路提供了宝贵的舞台经验。曾经是男团少年的他，已经褪去了青涩，成长为一个更加成熟的演员。谭健次从4岁开始就被誉为是一名优秀的舞者。1990年，谭健次出生在广西北海的一个优渥家庭。小谭健次特别迷恋功夫，但父母觉得学舞太危险，就选择让他去学舞蹈。没想到这么一学，竟然酿成了他的艺术人生。那年，4岁的他迷上了迈克尔·杰克逊的舞蹈，他无法自拔地被舞蹈之美所吸引。有趣的是，第2年因为看了漫画书，
他还迫使妈妈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剑次，仅仅因为他喜欢上了漫画里的角色剑次郎。在他13岁那年，小谭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，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。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，终于在一次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专业16岁组拉丁舞比赛中，他毫无悬念地荣获冠军。这份成绩单使他有机会被保送到北京体育大学，并且专攻体育舞蹈。当时的他在国际舞蹈比赛中多次获得大奖，这份辉煌的成绩单使他被太和麦田的马团计划所看中，从而开始了一段全封闭的训练，准备正式出道舞台。翻阅谭健次的成长轨迹，会发现舞蹈一直是引线，贯穿了他青春的每个瞬间。无论是4岁启蒙时的稚嫩少年，还是专业舞者时期，亦或是偶像歌手的身份，乃至演员道路上的不断进阶，每一步都看似自然而然，但都离不开舞蹈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。这条成长之路是天资的馈赠加上不懈的坚持的回馈。那个曾经在舞台上肆意绽放的少年，现如今已经在演艺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真正的演员从不给自己设限，而这句话在谭健次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。在电视剧《猎罪图鉴》中，饰演刑侦画像师沈毅的谭健次与身高1.89米的金世佳站在一起毫无违和感，十分相配。两人的表演节奏默契无比，让观众完全忘却了他们的身高差距，沉浸在剧情之中。据说他研究角色到了极致的程度，他的每本剧本上都充斥着密密麻麻的标签，还进行了丰富的章节划分。这种努力突破也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虽然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只要他保持这份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，我想他一定能够走得更远。毕竟，一个愿意为角色付出全部的演员，总是会得到观众的认可。